主人欲望最依然，犯罪赎罪灭罪，丑恶是原罪。遐想狂想假想妄想难抵挡梦想，思念一念执念既不愧信念。炫目中现有种力量，昔日繁华变荒诞，烈火里的黑暗用这门击剑。越过他少不尽谎言难救，除非许下真相降临。看见世界所有我所有罪，随便或者剩下黑灰。不必记得我们坚毅的脸，好男儿志在天地间。我们从未失手，守护你的伤口，用力吹散邪恶迷雾。我与凶险交手，没有任何借口，用力追赶烟火迷雾。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来，怎么了？许三木不在，没心思工作了？也不知道偶像现在怎么样了。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但你想啊，咱们呢不是医生，去了医院呢也只能干这样。现在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在这儿把手术工作做好，查明真相。等许三木醒了，是不是也能给他一个交代？你说的对，偶像不在，咱们得顶起来。是吧？来，我说你看看。根据蔓延痕迹判断，这附近应该又是起火点。对，这些应该是爆炸碎片。这部分泥块是在经过火烧灼之后从墙上脱落下来的，所以可以根据现场的 U 型痕或者 V 型痕，拼接还原地面或者墙面。这不是可以吗？我毛有一天也能拼图了。先试着拼拼看吧。吴大，这边发现可疑设备残骸。来这儿，检查仔细了啊，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。是。在哪儿的？在这儿。可以下去看一看。好，但要小心啊，所有东西必须取样，一个不能少。好的。喂，你说。我知道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吴大，许同生和沈野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哦，许同生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，但是现在还在昏迷。沈野送到医院就清醒，没什么事儿。他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哎呀，这个问题涉及到纪律，我没法跟你说。但将来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，给你一个解释。
三成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有重要信息。今天好点没？好多了。家属来了吗？你在现场发现了什么？提问。好。我在现场看见了沈一。他看到你了吗？不确定。王总，您放心，您说的这个情况呢，我相信不太会发生。现在警方正在调查，如果真的像您说的那样，我绝不会让您吃亏，好不好？行，那就好。到时候等你好消息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反应谱、搅拌机、制冷设备、过滤瓶、脱水机，还有加热装置，东西这么齐全，这怕真是个地下赌场。爸，奶奶。哎呦，急死我了你！你现在怎么着了？没事了。哎，医生说等打完这瓶就能回家了。不是真的，你看啊。哎呀，咱平时还是训练有素的，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事儿。再说了，你都来照顾我了，我还担心什么呀？对吧？照顾？我现在想照顾你都得跟你预约，这不就约到医院里来了吗？爸，你别生气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老跟我承认错误，承认错误有什么用啊？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呀？嗨，别提了。之前工厂有一个工人，他出狱了，行踪特别可疑，我就一直跟着他，结果就跟到这儿来了。是不是又跟那许东升一块办案啊？没有，他办他的，我办我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小野，你是个刑警，爸这3天2头的接的医院电话，说你，我这心脏我真受不了。你千万别因为一些不相干的人，你把自己的命搭上。哎，我知道爸，真不是因为他才进的医院啊。但有些事儿，有可能迟早会发生的。你不去，不就不会发生了？那就会有别人死啊，爸。哎呦，护士，护士，别老跟爸提什么死不死的，别人的事我管不着。小野，你就当这事从来没发生，咱就踏踏实实的过咱自己的日子。好不好，小野？好，爸。
咱们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哎呀，怎么还出点血呀？哎，没事没事，我按着就行。哎呦，我这背手温脚的，还不让护士来呢。护士，你摁好了。哎，护士，护士，护士。哎，怎么了？刚才那个我拔我儿子那针的时候出了点血，你给看一下。好。已经查明那些东西就是制毒设备的残骸，而且看上去有些年头了，不像才开始使用。18年前，禁毒力度加大，曾经查获过一批来路不明的毒品，并抓获了几名毒贩。1年前，我们发现了一批与18年前十分相似的使用 P2P 制毒法。我们一直排查其源头，但摸排了一段时间后，线索突然就断掉了。直到不久以前才又开始出现，我们正在全力追查，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事。你的意思，有可能源头就在这儿？大概率。现场发现的那批毒品和传统的冰毒有些许不同，其成品是蓝色晶体而非白色粉末，而现场发现的疑似毒品就是蓝色晶体粉末。当然了，这要等成分对比、鉴定报告出来以后才能下定论。不过，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？从现场发现设备的土坑来看，其环境并不具备真正的制毒条件。很明显，犯罪分子只是将设备暂时存放在那里。我们必须要找到真正的制毒场所。我知道了，你跟我来。王队，这个地下室采用了先进的废气处理系统，而且场内发现了可疑的蓄水池。这么一个工厂，却使用这么好的系统来处理废气，牛顶抨击啊！现在看来，这个地下室完全具备制毒的条件。3个月之前，赌城加工厂因为用电量异常，引来过一场雷电，当时劈了旁边一个小饭馆。我们当时在盘查的时候，发现了一批虚拟货币挖矿机。现在看来，那就是犯罪分子的障眼法，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制毒。工厂负责人有重大嫌疑。工厂负责人叫高维元，涉嫌盗窃国家电力，被刑事拘留，而且也罢免了厂长一职。接管工厂的是韩氏集团的总裁韩军。这个高维元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前不久刑满释放，刚刚又出现在爆炸现场，涉嫌故意杀人，已经让我们抓了。行，那就给你们先审一波。之前这个案件，你们还查的有其他的可疑人员吗？哦，对了，有2个看守挖矿机的工人行为有点诡异，只在晚上工作，而且语言交流不便，在工厂的人员名单上也没查到这2个人。现在看来啊，我估计跟制毒脱不了干系。设备的残骸上正好查到2套指纹，让他们对比一下。但其中一个已经炸死在爆炸现场了，立刻去抓捕另外一个。抓到之后交给禁毒。是，你陪他们一块儿去。哎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。当时我们在搜查工厂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现那个土坑，位置隐秘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新挖了一个土坑。你想想看，这么多的土，怎么处理？当时我们布控很严的。总不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这些土运出去吧？但我在工厂里头又没有找到这些土，但这土坑无疑是新挖的。到现在为止，我都不能确定这个土坑到底是什么时候挖的。
而且又是怎么能在瞒着我们的前提下做到的？哎，对了，老王，之前你们的线索突然中断了，大概在什么时候？半年前。哦，那就对上了。1年前，韩氏集团的老爷子当家人韩坤突然病逝，然后韩氏集团就交给了他的长子韩佩。半年之前，韩佩因为车祸当场死亡，然后这个韩氏集团又交给了他的孪生兄弟韩军。韩佩1年前接管工厂，毒品就开始外销。半年前韩佩死亡，毒品就销声匿迹。这说明韩佩极有可能就是毒品的实际控制人。可是3个月前，毒品再次出现。韩佩死后，究竟是谁重启了毒品线？高维元在其中牵扯有多深？韩军又是否知情呢？我先去会会这个韩军。好。韩军，目前工厂的直接负责人是你，对吧？没错，目前是我。警察同志，我想了解一下，我的工厂怎么会突然爆炸呢？我上了往外卖的，这样一炸，我的损失真的非常大。行了，是我问你，不是你问我。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儿了，你的工厂在制毒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制毒？行了，你别给我装了，我不相信你一点儿也不知情。警官同志，这么大的事情，说话是要讲证据的。我刚刚从国外回来，我真的是不知道，而且我不理解你们把我叫到这儿来，是要问什么？这倒确实挺巧啊！你看你这一回来，韩佩就死了，你想卖工厂，工厂又被炸了，这所有特殊节点都让你给赶上了，是吧？情况你们是了解的。车祸的当天我也在现场，我是捡回的一条命。但再说回这工厂，我既然要卖它，我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呢？我把它炸成废墟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这2件事情，我都是受害者一方。对，从这个普通逻辑上说，正常人害别人不会连自己一起害了，是吧？但是所谓这个高风险高收益，这个你应该比我懂吧？你哥死了，韩氏集团这么大一家业扣你头上了，这算是高收益吧？高不高的，我真的是没有考虑过。你们可以去查，目前变卖的韩氏集团的产业，没有1分钱到过我私人的账。好，这点我们会去调查。那咱们再说说工厂的事儿。从明面上看，工厂被炸了，你的利益受到损失了。但你别忘了，这是一个制毒的工厂，这咱们是不是不能从正常的逻辑来推理这个事儿了？当然了，我并没说工厂一定就是你炸的，但我是不是有权利怀疑你知道制毒这事儿啊？甚至有可能还参与了，对吗？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不知道。目前制毒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你哥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吗？韩佩制毒，他怎么能碰毒品呢？妈就死于毒品！注意你的情绪。抱歉啊，我们不知道你母亲是死于毒品。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，
我18岁就离家出国了，原因就是我恨这个弄死我妈的家庭。从我记事以来，我爸妈的这个关系就非常的好。我感觉我爸是强行把我妈扣在了他的身边，而且我妈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孩子啊，要不是因为当时有了你和韩梅，妈早就死了。她恨我爸。后来我怀疑过我爸在给她吸食毒品，为的就是控制她，但是我没证据。但是我万万想不到，韩佩居然会制毒。那你当时怎么不检举他呢？我当时还是个孩子，而且那个是我妈。所以在你成人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选择离开这个家了。没错，这个家对于我来说就是噩梦。我出国这么多年都没有回来过。而且韩氏集团的任何的事情我都不想知道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也不感兴趣。但是如果我知道韩佩贩毒的话，我一定会第一个告发他。你现在身体这样，不着急回队里吧？不着急，我想多歇几天。想吃排骨了，做点吧。红烧的，炖的。啊。你是李斯吧？我们是缉毒的，你被捕了。老实点，跟住我。走。佢工作時間係同人哋調轉㗎，佢日頭喺屋企瞓覺，晚黑先去廠入邊做嘢。我同佢講過，我話咁樣對身體唔好，佢話冇辦法，呢個係廠入邊嘅要求。我哋成頭家淨係得佢一個人賺錢撐住㗎咋，而家佢冇咗啦。咁你有冇見過入邊嗰啲嘢啊？知唔知佢幾時買㗎？我冇見過，我唔知佢幾時買㗎。你屋企平時收入點㗎？樊毅係咩教育背景？我哋淨係夠2餐食㗎咋。佢冇咩讀過書，冇乜文化，我哋2個連個仔嘅教育都搞唔掂。咁樊毅呢排有冇同你交代過啲乜嘢？冇啊。尋晚佢走嗰時，突然間講咗句，佢話唔想個仔好似佢咁，成世遊魂住喺個村度。呢份工係我阿媽幫我聯繫嘅，老細俾我錢我就幫老細做嘢，做嗰啲藍色咁大嚿嗰啲硬糖。老細好神秘，冇同我哋講嗰啲配方啊嗰啲，淨係話俾我哋聽，按照幾個步驟嚟做。我人比較蠢，呢啲算係比較容易上手嘅工作，唔使喐腦又冇乜技術難度。老細確實有同我哋講過，話返工嘅時候要着多啲，包實啲。可能為咗食品嘅安全，加埋老闆唔係經常嚟睇我哋做工，
我哋就覺得老闆隨口噏下，所以冇咁在意。我同凡叔平時唔係好計較呢啲㗎，有時候返工着自己嘅衫鞋就咁樣去做，都冇咩影響啊，都唔驚。高委员，到，你才出来多久啊？又想进去了？新家同志，我冤枉啊！我这次真的什么都没做，是吗？我觉得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，是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下次不这么说了。好了，我问你，你说你一个被罢免了的前厂长，为什么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出现在赌城加工厂做什么？我在赌城村有一个临时住所，我最近一直都住在那儿。晚上睡不着觉，我就想去厂子里溜溜弯儿。那毕竟我是那儿的老厂长啊，我怀念一下当厂长的时光。好了，高委员，你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你不要给我来这一套，你就老实交代。赌城加工厂的爆炸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也知道我是前厂长啊。那厂子里现在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去找韩军呢？找韩军是吧？哎，那你当时跑什么呀？那爆炸了，我不跑，那万一把我炸伤怎么办呀？高委员，我之所以能在厂子里拿你，是因为我掌握了很多证据。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老老实实回答我，为什么去厂子里？说话！行，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是跟踪樊毅去的厂的。你跟踪他做什么？我之前不是因为挖矿被你们抓了吗？我怀疑就是樊毅他们举报的我。我之前把他们解雇了，他们为了报复我，然后举报我，是不是？我跟踪他，说白了我就想干他。不过那天我看他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的样子，指定不能干什么好事儿。我就想着帮你们查一查吧，我也想立功啊。查到什么了？这不还没查到就爆炸了吗？哎，那小子不会被炸死了吧？被炸死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恶人有恶报啊！高委员，你别演戏了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地下室里根本就不是什么挖矿机，他们两个的工作也从来不是康挖矿机。不是挖矿机，不可能啊！我发现地下室的时候，里面只有挖矿机。哎，这事你们可问不着我啊，要问你们问樊毅去。哦，对，他死了。哎呀，太巧了。高委员，到。就目前工厂这个情况，你走不了。我希望你在公安局这段时间好好想想，还有什么没说的啊？我随时候着你。领导，你放心，我绝对配合政府，配合领导。我好好想，我废寝忘食的想，我尽心尽力的想，我想着吧，可能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啊！双手指关节明显挫伤，部分骨掌骨折，左脚小腿粉碎性骨折，而且这些骨折的末端都有前叉，很像是自发用力击打硬物造成的损伤。但是右腿的骨折，倒像是重物砸后造成的。他的致命伤只有颅骨这一处。姐，要不你去休息吧。没事儿，先把尸体冷冻了。
么了，姐？我刚刚就觉得你今天状态不太好，要不这样，你去休息会儿，这儿我来收拾。没事，我就一天没吃东西了，你帮我去买点吃的吧。行，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，还是老样子了。好。爸，饭还没好啊？马上。原来是这样。经理，经理，白纸，当归在吗？在。我有一个发现。春姐，樊毅的双手指关节都有明显的挫伤，左脚小腿粉碎性骨折，可以推测这是自发性用力击打硬物造成的损伤，说明他在生前有过踹门、砸门的行为，这是非常明显的求生行为，所以他不可能畏罪自杀。这从事实层面佐证了我们的猜想，樊毅不是放炸弹的人。禁毒警发现之前饭馆起火案里的诡异叶家二人组，其实是负责在旧地下室里制毒的。但这2个人文化水平有限，只知道按老板的要求去做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制毒。而且樊毅一家人都靠他一个人养活，他根本没有理由把自己炸死。但是从樊毅家中搜出的制作炸弹的材料来看，毛毛拿它去跟现场发现的炸弹碎片做过了比对，结果是一致的。这可能是栽赃陷害啊！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高维元是最有可能放置炸弹的那个人，为的是杀人灭口。但是我们从现场采集的脚印都只有许参谋和樊毅的，没有高维元进入过现场的证据。如果真的是高维元为了掩盖制毒的事实，在饭店起火案期间转移了制毒设备，又用比特币挖矿机瞒天过海，但是我们都没有证据，他又咬死不认，我们就拿他没有办法。沈队，喂，沈队。好。大家看仔细点啊，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。好，好。班官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武大说的没错。兄弟们，咱们往这儿挖，加油！来。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去检验科检验，必须仔细检查。都仔细一点啊，别落下。比对结果出来了，沥青上的脚印就是高维元的。
厉青下的土，印证了沈野的猜想是对的。这么大的动静，不可能瞒着高维元这么一个厂长偷偷去干。他必然知道这个新土坑的存在。凡做过必留痕，我们之前的工作可能有些疏漏。这样吧，我们大家再捋一下。领导，早啊！怎么样，高厂长，有什么想说的？不瞒你说呀，我昨天晚上还真替你想了。我想啊想啊，哎，你猜怎么着？想着想着，我睡着了，睡得还挺香。领导，你睡得怎么样啊？我睡得还真不太好，因为我一直在想，你说这人做了坏事儿，为什么还能高枕无忧呢？听说高厂长之前还挺怀念做厂长的那段时光，是吧？经常回去溜达。嗯。这个花坛熟悉吧？看看这两张有什么不同？你是不是到现在都认为我们不知道你是怎么转移的设备呀？饭馆起火案之后，其实你很担心我们去排查工厂，因为会发现你的制毒设备，对吧？但是当时我们对工厂的布控很严，你根本无法转移，所以你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你连夜挖了一个新坑，把原本放在地下室的制毒设备进行了转移，然后把挖矿机放入了地下室，再把新坑里挖出来的土撒在了花坛里。你以为这一切都天衣无缝，所以才有了你昨晚的高枕无忧，对吗？你说的我不懂，什么土坑，什么设备，我都不知道。这是我们在花坛里挖到的工具，做了痕迹检测，上面有你的指纹，而且我们把花坛里的土和爆炸现场的土样做了对比，完全一致。所以你不仅知道土坑和地下室，而且在爆炸之前你还去过。我不知道。这是我们在爆炸现场发现的1枚半你的鞋印。这不是我的鞋。是不是你的鞋？是樊毅的，但穿鞋的人是你。你看啊，这1枚半鞋印，鞋印后跟重，面积小，鞋跟后边缘重压明显，但是脚弓部位压反映不出。
鞋子掌部两侧边缘，在平面鞋印中反应少，在立体鞋印中反应虚。这就是大脚穿小鞋的典型表现。犯罪人穿的小鞋比赤足迹长度小于1厘米，也就是说，樊毅的鞋对于你来说虽然很小，但是挤一挤还是能够塞进去的。好吧，来，看看这个，熟悉吗？樊毅的鞋子，现场的图样我都给你备好了，要不现在穿上，采集脚去。啊，高远，你真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啊？经过我们的排查发现，在樊毅家附近有一辆汽车的行车记录仪拍摄了一些影像，也就是在案发的前一天，你乔装打扮，手里拿着包裹，偷偷地潜入了樊毅的家。也就是说，在樊毅家发现的物证是你放的，对吗？就算你再不认，我也能从影像中你的体态、步伐种种信息判断出那就是你本人。高委员，你就是这起爆炸案的罪魁祸首，同时涉嫌制毒贩毒，证据确凿。有什么话想说？你的家人现在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，这一点你可以绝对放心。撂了吧。我要见我的律师。证据清楚，事实明确，你找再多律师都不可能翻案。你管我烦不烦？找律师是我的权利。我要找我的律师，我现在就要见他。哪怕多遥远，我也不计较后果。刀山火海都难不倒我，只怕你醒了也看不到我。悲也好，疼也罢，我都不曾哭过。谁的故事里没有经历过风波？看候鸟飞过，你会想起我。夜里我才会跟自己这样说，当再见你时，你一定很快乐。人不应该因为痛苦而执着，如果记忆令人太难过，痛苦无处诉说，就当我只是路过。山路险阻也不敢忘记承诺，命运弯曲关关都能爱过，纠缠如烧不完的漫山野火，都怪春风吹过生寂寞。石头就不该打破，水面平和，沿路美景变成对与错，悔恨像粉心似火，血流成河，忘记爱过恨过全